工作只要4天，休息3天。哇，你如果喜欢常常换工，新加坡可能是一个好的选择。欢迎回到鱼仔的频道。今天我打算和大家分享我在马来西亚和在新加坡工作的经验，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视频。首先，我们来聊一聊交通。比如说，我们是以打工族，像我这样打工族，没有交通工具的人来说，我们使用交通工具去上班。吉隆坡的人口比较密集，然后它的交通工具，比如说 LRT，也是非常的拥挤的。对，尤其是繁忙的时段。其实，在新加坡繁忙时段，MRT、LRT 也是出现拥挤的状况，但是拥挤的舒适度来说，我觉得还是新加坡好一点，因为可能它的气比较大嘛，所以会不会觉得说呼吸比较困难之类的？对，还是觉得会有通风的舒适感在那边。个人觉得在新加坡的交通工具上的使用会比较方便，因为它很多趟、很多时段，所以很多时候你不用花太过久的时间会等到你想要搭的巴士和 MRT、LRT 之类的都很方便。但是在吉隆坡，我曾经遇到的问题就是，它等待的时间会比较长，对，所以你会需要更多的时间出门和更多的时间回家。以时间上来说，在交通方面，我觉得在新加坡工作会比较方便。我个人会比较喜欢这样的方式。现在聊一下工作环境，在吉隆坡和在新加坡首都来说，工作环境的话，我个人觉得看公司，对，看公司。有些公司在 KL 他们的步伐也是比较快，对，跟新加坡差不多。新加坡一般都是步伐比较快，对，他们做东西会比较赶时间。比如说刚刚给你的东西，对吗？可能今天一定要，或者是明天会比较赶，对。这来自于他们的工作方式是属于比较有效率性的，所以压力会比较大，对。有时候你要安排工作的话，你要看哪一个轻重缓急，你就安排咯。嗯，有时候赶的程度是需要加班的，所以会有这样的现象。不过我觉得 KL 也是会有这样赶的现象，只是看公司。对，一般在马来西亚工作的话，他们会比较人情味啦，也不至于会赶到好像刚刚点你不久，等一下就要，会有，但是这种情况比较少。对。马来西亚工作环境是属于比较宽容型的，对，比较宽容，比较有人情味。其实，在首都，无论是在新加坡或 KL，工作压力一定是有，毕竟是大都市嘛，工作量多，有很多工作要你做，急的话加班难免。有一点我觉得比较不同的地方就是，新加坡它很多公司都是用比较多工具，办公的工具来提升工作效率。比如说内部有用很多系统，各种系统，好像有啥之类的。对，KL 的话，不是每间公司都有用这么多系统的啦，有些时候还是比较人力一点，就比较花时间去做。所以比起工作环境、压力各种方面，还有使用工具，其实我个人会很喜欢使用工具来提升工作效率，所以我会喜欢新加坡工作环境。对，OK，接下来我们谈一谈假期。比起新加坡和马来西亚，你们觉得哪一边工作的假期会比较多？我觉得这个答案在心中。没错，在新加坡的话，一般工作假期多数是只有11天，平均来说。马来西亚的话，一般会至少有12天，看你工作的周数啦。不同的州属可能有一些特别的假期，比如说你在首都吉隆坡，还会有联邦假期之类的。在马来西亚工作的话，假期一到就是去周边的景点玩一玩，比如说会去云顶感受一下冷冷的天气，或者会去金马伦，金马伦也离 KL 不太远，就会去上山喝茶，看看一些植物之类的，或者会和朋友出门
郊游、野餐、聚会都有。比起我在新加坡过假期的话，一般都是飞出新加坡去旅游，因为新加坡景点也是有，只是如果你长期在这里的话，一旦你拥有假期，每个人的想法就是飞出国玩。对，因为机场也在附近嘛，都很方便。因为新加坡机场到处飞都可以飞，只要一假期一到，我们就是飞的。对，当然有时候我们会利用假期回家，看看家人，看看父母，然后也是在马来西亚游玩。对，比起假期，当然是喜欢假期比较多的地方啦。我喜欢在马来西亚工作的时候的一个优点就是假期很多哦。哎，要是以后实行4天工作制，不知道会怎么样。新加坡也能有多一点假期吗？工作4天、3天假期也是好的。我很希望这未来会实现，很快，很快会实现，希望如此。因为其实，在海外国家已经开始实现了，工作只要4天，休息3天，哇，再加上假期，可以很好的休息的话，其实是可以很好的提升工作力、战斗力、工作效率、生产量。其实我相信这是真的啦，要有足够的休息，才能有更好的打拼。再来，我们聊一聊新经与工作升迁的机会。其实我觉得两国的机会都蛮多的，看领域。比如说你是做 IT、做金融，新加坡的薪水会比较高。工作升迁机会嘛，其实是看公司的。如果你的公司规模比较大，尤其是那种跨国公司啊，那样的机会会比较多，会比较好。再加上新加坡其实大量的需要人才，如果你真的是一个人才，那你是幸存和升迁的机会当然是非常的高。大马其实这样的机会也是有啦，不过它的跨国公司就没有新加坡那么多，所以还是有机会的。如果你找到大的公司，你是人才，你的薪水和升迁机会有的非常高。我个人的话会比较喜欢在新加坡发展啊，因为新加坡的跨国公司比较多，机会比较多。如果你是喜欢挑战自己，尝试不同的工作环境，还有涉及不同的领域的挑战，觉得新加坡是一个不错的地方。但是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，就是这里人才也很多，也是有竞争，也是很高。所以要不断的提升自己和进修，这是必然的，这样子可以真正的帮助到你的事业嘛。所以，对，这其实是件好事。有竞争力，你就会有奋斗力，提升自己，然后就会提升你自己的薪水，提升你自己的升迁机会。所以在新加坡工作会比较需要加油。再来，我们聊一聊网速。其实这两国的网速，你们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啊？在大马上网和在新加坡上网，有没有遇到过断线的问题，或者是网速比较慢的问题，然后影响到你的工作表现？有没有？有的话，以下留言分享一下你的经验。以我的经验来说，两国的上网经验都差不多，没有断过线。但是以网速来说有差，我觉得在新加坡工作的话，它的网速会比较快，对，比较快速，几乎是全天都很快速。吉隆坡不至于断线，但是它的网速某个时段、某个时候可能会有点慢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在维修，不知道，就有时候有点慢。慢不要紧啊，只是说要等哦。当你要做东西的时候，赶着做的时候，如果有上网的东西要联系什么的有一点花时间需要等，可能会影响到你的提交时间。这种方面我在新加坡就没遇到过了，所以还是 OK 的，两国都算 OK 的。接下来我们聊一聊同事。马来西亚的工作环境真的是比较有人情味，所以他的同事基本上都蛮热情的。无论是你是华人、马来人、印度人，他们基本上都有交流的，而且很常是有聊天的。我觉得新加坡的同事关系会比较冷漠，一般来说，比较没有那么有人情味。大家都很忙碌的做自己的事情，做完了就下班，也不怎么多交流。我遇到比较热情的同事是属于海外人才，比如说缅甸、菲律宾
其他国家的，来自这些国家的人民与我相处的经验来说，大家都比较热情，比较会聊天，比较会热情的聊彼此的事情。新加坡本地的人民就没有什么聊这些，会比较注重饮食，也没什么聊这些东西。所以我觉得同事之间的情谊和热情程度，在马来西亚工作这方面会比较有很好的体验。对，而且新加坡工作的环境，有时候你的同事是洋人，如果你的工作环境是比较大、比较跨国的，有时候你会需要跟洋人同事打交道。然后，他那个洋人的地区哦，也有澳洲，也有各种，因为他们的成长背景也与你不同，所以可能关系处理上也会有点不同。我的经验的话，澳洲同事会比较怎么讲？他们讲话会比较直接，所以有时候他会比较不经意的刺伤你，可是他们也不知道，他们讲话就是很直接的。比如说澳洲啦，不是每个，只是说我曾经遇到的澳洲同事，他是这样讲话很直接的，然后不小心有人生气的，他也是不觉得真的是自己的问题。所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相处方式啊，在同事之间相处的方式会比较复杂哦。如果这是在新加坡的话，因为有很多不同背景的人才，不同背景的同事。所以这方面会比较复杂，但是因为大家都很冷漠，都比较冷漠，所以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呢？可以以下分享留言哦。接下来我们聊一聊语言。在工作上，在新加坡，在马来西亚，我们都是用英文。当然马来西亚的话会用马来文，因为马来文是官方语言嘛。少数用华语吧，在新加坡的话，除了英语，我们也很常用华语，非常少数用马来语，主要语言英语、华语。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的话，英语跟马来语，少数华语，除非你是跟华人交谈啊，没有什么大问题啦，因为大家都基本上用英语。最后我们聊一聊换工难度。在马来西亚和在新加坡，哪一个地方换工会比较方便呢？以我个人经验来说，我觉得在新加坡换工可能会比较方便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新加坡的面试时间一般会比较短，很快的可以知道结果，因为他们每次邀请人都是快，很快的就要请到人，所以面试时间会比较快，比较短。如果比起马来西亚的话，它的面试时间会比较久，你需要等很久才会拿到一份工作。新加坡就比较快，毕竟还是一个比较高效率的一个环境。但是如果在新加坡的话，看你是什么身份。比如说你是新加坡公民，那你换工速度当然是比其他必须要有工作准证的人还换得快，对。但是是看公司的啦，有些公司的面试时间会有好几轮，会比较长。但是一般新加坡面试换工的时间会比较短，很快。所以你如果喜欢常常换工，新加坡可能是一个好的选择。OK， 今天聊了很多关于在马来西亚和在新加坡工作的环境，不知道大家觉得今天这一期内容怎么样呢？大家有什么想法呢？和有经验分享，以下留言。如果你喜欢这一期视频，欢迎点一个赞。如果还没有订阅我视频的朋友，欢迎订阅。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